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躺在床上看着熟睡在身旁的那个人，突然感到一种既熟悉又遥远的陌生？你们同睡一张床，却像两艘在迷雾中无声并行的船，2年、5年或10年的共生，却在某个瞬间让你怀疑，我们到底是相爱的，还是在重复某种习惯？这个问题一旦浮现，就很难再沉入梦乡。大多时候，我们被教导如何追求爱，如何制造那些坠入爱河的瞬间，一束花，一句甜言蜜语，一个深情的眼神。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灵魂伴侣、命中注定、三观一致这样的词汇，我们被兜售了一个幻觉，只要找到对的人，一切问题都会烟消云散。失眠、冷淡、指责、冷战，这些就是找错人的证据。于是，当爱情开始褪色，当那些热烈的感受被日常的琐碎侵蚀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我需要学会好好爱，而是我是不是选错了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爱情的问题往往不在于你选了谁，而在于你还没学会怎么爱呢？这正是亚历山德拉 ·H. 所罗门一生的亲密关系探索自我、勇敢去爱这部作品中想要唤醒的观点。他像一位伤痕累累的向导，用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和深度的人文关怀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现代人广泛忽视的真相：亲密关系不是寻找完美伴侣的幸运游戏，而是一场关于自我认识、勇敢面对和持续成长的修行。打开这本书时，你要理解它的核心诉求。它不是在教你吵架的正确姿势，或如何进行有效沟通的操作手册。那些技巧书籍多如牛毛，它们很有用，但往往只治标不治本。这本书要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我们为什么无法拥有一生的亲密关系？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如何才能拥有一生深度、持续且幸福的亲密关系？这个答案包含3个维度。首先，爱需要学习，这是一个对传统观念的直接冲击。我们习惯认为爱是一种本能、一种感觉、一种命定，但所罗门指出，爱实际上是一种能力，需要像学开车一样用心去习得。这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意味着愿意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相处方式。其次，爱需要勇敢。最深的勇敢不来自在追求者面前的表白，而来自向内探索的决心，去面对你因为恐惧而建立的所有防墙，去触碰那些尘封已久的心理伤口，去承认自己的脆弱，而不是用愤怒去掩盖它。最后，爱需要自我成长。这或许听起来矛盾，但真正能拯救一段关系的，往往不是伴侣的改变，而是你自己的成长。当你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当你不再把伴侣当作填补心灵空洞的工具，当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而非残缺的半圆，那时候真正的亲密才有可能发生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观点我在其他自我提升的书籍中也看过啊，为什么特别要读这一本？原因在于时代性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，快速的经济发展、社交媒体的普及、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、工作节奏的加快，这一切都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期待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一个新现象正在蔓延：快餐式恋爱。交友软件让匹配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，但也让人们在可替代性的幻觉中不断滑动。每一次冲突都像是一次不适配的信号，导致人们做出快速的止损决定，分手，再下载一个软件继续寻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关于修补、坚守、共同成长的价值观在急速变质。同时，精致利己主义在年轻一代中悄然蔓延。这不仅仅是自私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恐惧，对被束缚、被消耗、被拖累的恐惧。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，人们本能地设置防御，将承诺视为风险，将付出视为成本。亲密关系被降维成了一种交易，我给你陪伴，你给我安全感。一旦天平失衡，就有权要求调整或离开。而最深层的困境或许是不确定感，经济的不确定，工作的不确定，甚至明天是否如常的不确定，这一切都投射到了关系中。如果连未来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谈何许诺一生？许多年轻人因此推迟了结婚，或者即使步入婚姻，也带着深深的焦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所罗门的这本书显得尤其珍贵。他不是在为传统的婚姻制度辩护，也不是在否认时代的变化。相反，他是说，
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无论你多么理性和独立，你对深度连接的渴望是真实的，这种渴望值得被认真对待。而要实现这种连接，你需要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学习、勇气和自我反思。每个人都听过对的人这个概念。相亲节目中男女一见钟情，朋友在转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时常说，我就是一下子被他吸引了。电影中常见的场景是陌生人的眼神在咖啡馆交汇，然后一切都自动运行了。这些故事太强大了，它们让我们相信，爱就像地心引力一样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。如果它没有发生，那么要么你还没遇到对的人，要么对方不是你的命中注定。失败了，那就是缘分已尽；冷淡了，那就是再也回不到从前。这套观念有一个隐藏的前提，爱不需要学，只需要找对人。但这里有一个被普遍忽视的细节，为什么那些曾经山盟海誓、海枯石烂的关系，最后会走到互相伤害的局面？为什么许多人在一段关系中学到的套路，会在下一段关系中完整的复现，导致同样的结局？如果爱只是找对人，那么这样的重复就无法解释。所罗门在他的咨询实践中不断看到一个模式，当伴侣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时，他们通常已经在相互指责。他问一个常见的问题，你是怎么处理这次冲突的？得到的回答往往是，我们吵架了，我冷战了，我试图说服他，但他听不进去，我就气得睡在了客厅。很少有人会说，我试着用我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来理解他的感受，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这个区别很关键。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应对亲密关系时，采用的是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到的自动化反应。有人学会了通过退缩来应对冲突，有人学会了通过指责来获取重视，有人学会了通过讨好来避免被抛弃。这些策略或许在童年时刻有其事硬性，他们帮助年幼的你存活下来，但搬到成人关系中，他们往往成了障碍。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坚持认为，爱不是本能，而是能力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看似简单但深度非凡的问题：你的父母是怎样相爱的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追问他们关系的质量，他们是否亲吻，是否吵架，是否出轨，更根本的是，他们在日常中如何回应彼此的需求。当一个人感到伤心时，另一个人会靠近还是会远离？当产生分歧时，他们会选择对话还是沉默？当有人感到不被看见时，会发生什么？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无形地习得了一套关于亲密是什么样子的默认程序。如果你的母亲教会你，女人的价值在于照顾好家人的每一个细节，你可能在成人关系中会陷入强迫性的讨好。如果你的父亲教会你，强势和冷漠是力量的表现，你可能会在关系中采用同样的策略。如果你见证过一段充满冷战和指责的婚姻，你的神经系统可能会被编程成亲密关系等于不安全。这不是什么阴谋论或心理学的危言耸听，这是一个关于神经可塑性和行为习惯的基本事实。我们通过观察学习，通过重复而固化。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依恋模式。我们在与主要抚养者的互动中，形成了一套关于亲密、信任和安全的预期。这套预期会被我们携带到成年后的所有关系中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从小在父亲情感冷漠但赚钱能力强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，她可能会内化出这样的模板：爱等于牺牲自己，执着等待，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当她长大后陷入一段关系，她会不自觉地复现这个模板：过度贡献，缺乏底线。在伴侣的冷淡中费力解读，他其实是爱我的，只是不会表达。然后，当这个模板不再有效，当伴侣依然冷漠，当等待没有换来温暖，他会陷入绝望。但这个绝望的根源不是我选错了人，而是我用了一套已经被证明无效的爱的方式。关键在于，他从未意识到这套方式是可以改变的，因为没人教过他，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。那么，学习爱具体指的是什么呢？在1986年，心理学家罗伯特·斯滕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爱情三角形理论。他指出，完整的爱由3个成分组成：亲密、激情和承诺。亲密是指心理的连接，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感受彼此的脆弱，能够无条件接纳。激情是指身体和情感的吸引力，那种想要靠近他的欲望，既包括性的渴望，
也包括情绪上想要被滋养的渴望。承诺是指有意识的选择留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为这段关系努力。这3个成分中，前2个是有自然周期的，没有哪对情侣能永远停留在热恋的激情阶段，那是不可持续的。激情会自然的降温，这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事实，而非失败的信号。很多人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，他们将激情的降温理解为爱已经死了，因此选择结束关系，然后与新的伴侣重新开始新的激情周期。这样的人一生都在热恋和分手之间循环，永远无法体验到激情之后的深度亲密。而承诺恰恰是在激情褪去之后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。承诺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承诺，它需要每一天、每一次冲突、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中被不断的重申。那么，学习爱就包括3个维度。第一个维度是认知层面，你需要理解亲密关系的运作机制。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当你用愤怒来回应伴侣的疏远时，对方会更加远离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谈一次？这样的邀请往往会被拒绝。为什么一个人会在无意识中重复自己父亲的模式？这些理解本身不能解决问题，但它能帮助你从他故意伤害我的道德判断中脱离出来，转向我们都在用各自习得的有限工具来回应彼此的理解。一旦有了这个理解，愤怒会软化，不是消失，而是被悲悯所替代。这种悲悯既指向伴侣，也指向自己。第二个维度是行为层面，你需要学会新的技能，如何在冲突中保持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如何听伴侣说话时真的在倾听，而不是在准备反驳，如何在伤害发生后进行修补。这些技能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在实践中却极其困难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在关系中承受压力时，会自动启动防御模式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的伴侣说你最近看起来很累，在你的防御系统被启动的状态下，你可能会听成我不够好，或你在指责我，然后做出防守的回应，我哪里不好了，或都是因为你让我那么累。但如果你学会了在这一刻短暂的暂停，问自己他可能想表达什么，你就能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。谢谢你看到我的疲惫。是的，最近压力有点大。这个简单的转变能让一个潜在的冲突转变成一次连接。第3个维度是情感层面，这是最深层的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你需要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。比如，当伴侣拒绝你的性邀请时，你感受到的被拒绝恐惧往往来自更深层的创伤。你可能在童年时就经历过被父母忽视或拒绝。现在，当类似的拒绝再次发生，你的情绪反应会被这个旧伤触发，程度往往与现实事件不相称。学会情感管理意味着你能够说，我现在很生气，但我意识到我的反应的强度可能与现在的事件关系不大。让我暂停一下，冷静下来，然后我们再谈这个。这种自我觉知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是维持长期关系的基石。这里有个重要的心理转变，将爱情从寻找转向学习。当你相信爱是一种本能或运气时，你就成了一个被动者。你在等待对的人出现，等待他理解你，等待关系自动好起来。失败时，你也是无力的受害者。我们就是不适合，我遇到了错误的人。但当你意识到爱是可以学习的能力时，你突然获得了主动权。这个转变极其强大。它意味着，当冲突发生时，你不会问我是不是找错了人，而会问，在这个情境中，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新方式来回应。它意味着失败不再是我们无法相容的证据，而是我还有更多要学的提醒。它意味着改变是可能的，不仅伴侣可以改变，你自己也可以改变，而你的改变往往会引发伴侣的改变。这是一种激进的乐观主义，不是假装一切都会好，而是真正相信，通过学习和实践，好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。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被教导快速决策。一款交友软件可以在几秒内让你决定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人。职场中强调快速迭代和不断优化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要求人们慢下来学习如何爱，显得特别困难。但这恰恰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，深度的关系需要时间。它不能被优化，不能被快速迭代，不能在3个月内看出成效。它需要你一次次地回到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，去尝试不同的方式，去承受可能失败的风险。
一对在我咨询室中做了2年、每周1次的伴侣，最后对我说，最开始我们以为咨询能在几次内解决问题，现在我们明白，这不是一个解决的过程，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问题不会完全消失，但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改变了，我们应对的方式也改变了。这就是学习爱的真实样子，不是到达一个幸福的终点，而是逐步改善与伴侣的相处质量。如果说前面我们在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学，那么接下来回答的是需要面对什么，而这个答案往往会让人退缩。你需要面对你自己。大多数人对勇敢有一个浪漫化的理解，勇敢是在众人面前向心仪的人表白，勇敢是克服紧张感去参加聚会。但所罗门所说的勇敢完全不同，它不是指向外的，而是指向内的。这听起来矛盾，因为我们习惯认为脆弱就是软弱，但心理学和哲学都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力量来自承认脆弱。脆弱意味着允许自己被看见，你的恐惧，你的不完美，你的软肋，你不确定的地方。它意味着冒着被拒绝、被嘲笑、被伤害的风险，仍然选择真实的出现在伴侣面前。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，他们建立了一面面的防墙，通过保持忙碌来避免深度谈话，通过冷淡来隐藏对亲密的渴望，通过指责来掩盖自己的无力感。这些防墙曾经保护过他们。在不安全的原生家庭中，一个孩子学会了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软弱，否则会被利用。在竞争激烈的校园中，一个青少年学会了展现完美的自己，隐藏所有的不安。在冷漠的职场中，一个成年人学会了情绪是负累，要压抑它。这些防御机制曾经很有用，但搬到亲密关系中，它们就变成了绝缘体。你的防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，但也阻止了爱的到达。伴侣在你的防墙外面敲门，最后也就敲累了，转身离开。或者，如果伴侣也建立了防墙，两个人就陷入了一个无言的对峙，明明相爱，却无法真正接近。勇敢就是拆除这些防墙。要理解为什么这种勇敢如此困难，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原生家庭。每个人都在童年时期形成了一套关于什么时候安全的神经预设。如果你在一个有稳定情感回应的家庭中长大，你的神经系统就被教导，亲近是安全的，表达需求是被接纳的，脆弱会被关照。但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另一种样子呢？一个在情感冷漠家庭中长大的人学会了靠近他人很危险，表达你的需求只会招来被嘲笑或被忽视。你必须假装自己不需要什么，这样才不会成为别人的负累。在这样的编程下，当他进入成人关系，即便伴侣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，神经系统仍然会警报响起。这太危险了，推开。有些人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中长大，他们听过太多的争吵，看过太多的冷战，经历过太多的被波及，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冲突厌恶症。一旦关系中出现一丝张力，他们就急速的道歉、退让，做任何能恢复和平的事。因为在他们的内在世界中，冲突等于关系破裂，等于被遗弃。所以，维持表面的和平比表达真实的自己更重要。还有些人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中长大，一个父亲酗酒，一个母亲情绪不稳定，或者干脆父母都不在。他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和过度警惕。他们不相信任何关系的稳定性，因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就不稳定。所以，当伴侣许诺我会永远在这里时，他们会本能地觉得荒唐。没人是永远的，这种不相信最终会自我应验。现在，当这样的人进入亲密关系，所有这些旧伤口都会在新的关系中被触发。一个因为母亲的情感忽视而受伤的人，会对伴侣的每一次忙碌都解读为他不在乎我。一个因为父亲的批评而受伤的人，会对伴侣的任何建议都听成他在否定我。这不是因为伴侣真的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伤口太深，任何类似的刺激都会触发旧的反应。所以，当所罗门说爱需要勇敢时，他真正的意思是，你需要勇敢地面对这些旧伤，并选择不让他们主宰你在新关系中的反应。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，也不是舒适的。它看起来通常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你需要识别，你需要开始问自己，我现在的反应是对当前事件的真实反应，还是我在用旧的防御模式去应对新的情境？比如，当伴侣迟到时，你是否会立刻陷入他不尊重我的愤怒中？是否会快速地跳到分手吧的绝望中？如果是，那么这个反应的强度可能与当下事件不相称。
背后可能有一个旧故事在运行。然后你需要探索，这意味着你要带着好奇心，而非自我责备去看这个故事。这个激烈的反应从何而来？它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？它曾经保护过我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反应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在那个更脆弱的年龄，这确实是对我进行保护的最好方式。接下来是修正。一旦你理解了故事，你就有了改写它的可能。你可以告诉自己的神经系统，我现在是成年人了，我不再依赖那个可能不可靠的人，我可以选择相信。这不是通过理性就能完成的。神经系统不相信理由，它只相信重复的体验。所以，你需要一次次的在伴侣面前展现脆弱，一次次的发现自己没有被伤害，一次次的体验到被看见和被接纳。这种重复的安全体验，最终会改写你的神经预设。最后是整合。你开始明白，伴侣并不是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，即便他有类似的行为，比如都有工作忙碌的时期，你也可以用新的眼光去解读它。这不会让旧伤瞬间消失，但它会改变伤口的重要性。你从一个被旧伤完全控制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能够与伤口共存，但不被伤口主宰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冲突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大多数人将冲突视为危险。危险的是，如果我表达真实想法，伴侣会离开。危险的是，如果我们吵架，关系会破裂。所以，他们选择了看起来安全的路，沉默、压抑，假装没事。但所罗门想告诉我们的是，冲突其实是一个修复的机会。听起来疯狂，对吧？但想想这个逻辑，如果你永远不敢在伴侣面前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感受，那么伴侣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你。他只了解一个你允许他看到的虚假版本。这样的关系真的是亲密的吗？相反，当冲突发生时，比如你终于忍不住说出那些被压抑已久的话，或者你坚持表达一个与伴侣不同的观点，你给了伴侣一个看见真实你的机会。如果伴侣因此而爱你，那这才是真爱。如果伴侣因此而离开，那至少你知道了这段关系无法容纳真实的你，分开反而是一种解脱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个冲突的表达方式是尊重而非伤害的，不是在盛怒中指责，而是在冷静后用我开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感受。比如，不是你总是自我中心，永远不关心我，而是当你在做自己的事情，而我试图分享时，我感到被忽视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忽视我的感受，所以反应特别强烈。看到差别了吗？第一种表述会激起防御，第二种表述是一个邀请，邀请伴侣去理解你，与你连接。有一对伴侣在咨询中体验了这个转变，他们结婚5年，陷入了深深的冷战。妻子总是压抑自己的需求，丈夫总是假装没事。一天，妻子终于爆发了。她说：“我一直在假装自己不需要什么，因为我害怕如果我表达真实的想法，你会像我父亲一样对我冷漠。但现在我更害怕的是，我们再这样下去，我会变成一个陌生人。”这是一个勇敢的时刻。丈夫听到这些话时，第一反应是防守，但当他真正听进去后，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沉默来应对。当妻子试图靠近时，他会后退；当他发起亲密时，他会用忙碌来躲避。他从未意识到这让他多么绝望。接下来的是修复，不是冲突消失，而是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相处方式。妻子学会了更直接地表达需求，丈夫学会了在妻子靠近时不要本能的后退。这个过程仍然困难，但现在他们是一起走的，而不是各自躲在房墙后面。但这里有个有趣的悖论，越是渴望亲密的人，有时反而越难实现亲密。当一个人过度依赖伴侣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时，他会无意识地收紧，紧紧抓住对方，生怕对方离开。这种过度的依赖恰恰会让伴侣感到窒息。伴侣需要空间，不是因为不爱你，而是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呼吸的空间。所罗门强调的是，勇敢不仅包括向伴侣靠近的勇敢，也包括允许伴侣远离的勇敢。更深层的说，它包括独处的勇敢。能够舒适的独处的人，不会在伴侣暂时无法满足他时就陷入恐慌。他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兴趣，自己的内在世界。因此，当伴侣出现时，那是一个选择而非必须。这样的人在关系中反而更自由，更能够真实的交流。这又回到了原生家庭。
有些人在童年时就被父母过度关注，导致他们成年后无法独立；有些人则是被忽视，导致他们渴望过度的关注。无论是哪种极端，都会在成人关系中造成问题。勇敢的深层含义包括学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，既能独立又能亲密，既能给伴侣空间，又能与伴侣连接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我们那么相信灵魂伴侣这个概念？这个概念如此深入人心，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在某个时刻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。小红书上有无数帖子描绘理想伴侣的模样，有趣、成熟、懂我、支持我的梦想、和我有默契，列表永远没完没了。约会软件的算法也在推波助澜，暗示最完美的匹配可能就在下一张卡牌后面。但有一个冷酷的事实，完美伴侣根本不存在。更准确地说，完美伴侣的完美永远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。每个真实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缺陷、局限、恐惧和怪癖。你理想中完美的伴侣一旦变成了真实的人，就会立刻失去那种完美的光环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人是复杂的。一个在工作中聪慧能干的人，在家可能是个迷茫的孩子；一个在艺术上天赋异禀的人，可能在情感表达上很笨拙；一个让你感到安全的人，可能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。完美的人不存在，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权衡和组合。当然，有些匹配度更高的伴侣，他的缺点恰好是你能容忍的，你的优点恰好是他需要的，但这也不是完美，而是足够兼容。而即便是足够兼容的伴侣，也需要在一段长期关系中被不断的理解、调试和接纳。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说的第三个支柱，自我成长，比前两个都更重要。因为如果你还在等待一个对的人来拯救你、完成你，让你的人生变得有意义，那你永远都会失望。不是因为你选错了人，而是因为你在寻求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很多人在进入亲密关系时，其实带着一个隐秘的期待，这段关系会填补我内心的空洞。这个空洞从何而来？往往来自童年。也许你的父母从未真正看见你，所以你渴望一个伴侣能最终看见你。也许你在成长过程中被反复否定，所以你渴望一个伴侣能最终肯定你。也许你感到孤独或没有价值，所以你渴望一个伴侣能最终让你感到完整。这些期待都是人类的，也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它们是一个陷阱。当一个人进入关系时带着这样的期待，他无意识地对伴侣施加了巨大的压力。伴侣被期待成为父母，成为治疗师，成为心灵的救赎者。即便伴侣有再多的爱心，也无法真正填补这个空洞，因为这个空洞的根源在你，不在他。而当伴侣无法填补这个空洞时，失望就产生了。伴侣变成了不够爱我或不理解我的证明。但实际上，伴侣不是罪魁祸首，那个期待本身才是。这听起来很冷酷，也很不浪漫，但所罗门正是想戳破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。他要说的是，你是唯一能填补自己内心空洞的人。那么，自我成长具体指什么呢？第一个层面是情感独立，这不是说不依赖伴侣，而是不过度依赖。你有自己的情感资源，自己的兴趣爱好能让你快乐，自己的朋友能陪伴你，自己的成就能让你感到价值感。因此，伴侣的陪伴是一个加分项，而非生存的必需品。这样的人在关系中反而更放松，因为他没有给伴侣施加你必须让我快乐的压力。第二个层面是自我认知，你需要真正了解自己，你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你的底线在哪里？你的恐惧来自何处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太多人进入关系时其实并不清楚这些，他们根据伴侣的期待而活，根据社会规范而活，根据父母的期望而活。结果是他们在关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，最后陷入了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深层危机。自我认知包括接纳自己的阴影，你的自私，你的懦弱，你的贪心。很多人一生都在否认这些，试图呈现一个好人的形象。但当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在关系中不可避免地浮现时，他们会造成巨大的破坏。而如果你提前承认和接纳这些部分，他们就不会那么具有破坏性。第三个层面是心理弹性，这意味着你能够承受失望，处理冲突，从失败中恢复。一个缺乏心理弹性的人，在关系中的每一次小摩擦都会被放大成我们无法继续，而有心理弹性的人能够说现在很难，但我们能度过。这种弹性往往来自于对自己能力的信心。
即便这段关系结束，我也能活得很好。正因为有这种信心，所以他反而更有勇气去维系这段关系。所罗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，不是寻找灵魂伴侣，而是成为灵魂伴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与其把精力花在寻找和筛选完美伴侣上，不如把精力花在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伴侣上。这不是一个道德判断，不是说你应该变得更好，而是一个效用的计算。改变自己反而比改变伴侣或者无限寻找更加有效。当你在自我成长的路上不断前行时，一件有趣的事情会发生，你的伴侣似乎也在改变。这不是因为你说教了他，而是因为关系是双向的系统。当你停止指责，而是开始理解时，伴侣的防守会软化；当你停止试图改造，而是开始接纳时，伴侣也会更愿意敞开心扉。你的改变往往会引发伴侣的改变。这是一个强大的真相，你无法改变伴侣，但你可以改变关系的互动方式，而互动方式的改变往往会自然地导致伴侣的改变。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一位丈夫在咨询中说，他的妻子总是在他回家时唠叨，列举他做得不好的地方。他以前的策略是逃避，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，或者回家后躲进书房，这让妻子更加生气，因为他感到被忽视。结果是他们的沟通越来越少，妻子的唠叨越来越多。但当他开始理解妻子唠叨背后的原因，他其实在表达，我需要你的关注。他改变了策略，他不再逃避，而是在妻子开始唠叨时主动靠近他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最近感到被忽视，我很遗憾，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谈谈。这个简单的转变改变了一切。妻子发现，她不需要通过唠叨来获得丈夫的关注，因为丈夫现在主动给予了，唠叨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连接。丈夫没有改变妻子，他改变的是自己的反应方式，但这个改变引发了妻子的改变。但自我成长还有更深的层面，它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关系，也是为了自己的人生有意义。很多人，特别是女性，会在进入关系后逐渐失去自我，她们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、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兴趣，她们的整个世界缩小到了伴侣和家庭。一开始，这也许感觉是一种深度的承诺和爱，但长期来看，这往往导致绝望，因为当伴侣无法满足他们所有的心理需求时，他们会陷入深深的失望和抱怨。所罗门在他的咨询实践中看到过这样的女性，她们来咨询室时已经接近绝望的边缘。她们说，我为他放弃了一切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。而对方说，我从未要求你放弃任何东西。这两个陈述都是真的，但问题的根源在于，女性自己同意了这样的放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女性对自己人生的承诺。她需要重新拿起那些被放弃的梦想，或者找到新的使命感，不是为了报复伴侣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再次变得有意义。当她有了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朋友圈、自己的追求时，关系反而变得更健康。因为现在她在关系中出现是出于选择，而非绝望的需求。这又回到了那个看似矛盾但却深刻的真相。为了拥有一段好的亲密关系，你需要首先有一个好的自我。让我们回到这本书的核心框架，重新审视那三个支柱：学习、勇敢、成长，它们之间的关系。乍看之下，这三个似乎是平行的，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闭环。学习是基础，当你开始学习，爱也是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时，你获得了改变的可能性。这个认知本身就是强大的，它让你从受害者转变为行动者。但学习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是无效的，为了让这些知识真正落地，你需要勇敢地面对。这意味着你要在真实的关系中去尝试，去冒风险，去经历不适感。你要在伴侣面前展现脆弱，要在冲突中表达真实想法，要允许自己犯错和被看见。这个过程充满了恐惧，但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勇敢。而勇敢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导向成长。通过一次次的冒险，你的神经系统被重塑，旧的防御模式逐渐被新的、更有效的方式所替代。你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自信，更加完整。但这个圆还没有闭合。当你成长了，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东西还需要学习。你对自己和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，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学习需求。所以，这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，而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。
每一个回圈都让你离真正的亲密更进一步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夫妻几十年后依然能保持新鲜感，他们从未停止学习、勇敢和成长，他们还在不断地发现彼此，还在不断地调整自己，还在不断地深化关系。而那些陷入倦怠的关系，往往是因为这个螺旋停止了，人们开始重复旧的模式。现在，让我们从个人的层面升到社会的层面。这本书的出现是有时代意义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，智能手机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选择，交友软件把选择变成了一个日常的消遣，工作节奏加快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被肤浅化，消费文化告诉我们，不满意就可以退货，就可以升级，就可以寻找更好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坚持一段关系，投入时间去学习如何相爱，显得尤其困难和过时。但所罗门想要表达的是，深度的亲密是有价值的，足以抵得上这一切困难。这是一种对快餐文化的温柔反抗，不是生硬的批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坚守，而是帮助他们理解，坚守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当你决定在这一个人身上投入精力、学习、勇敢和成长时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关系，你得到的是一个与你共同成长的伙伴，你得到的是关于自己的深刻认知，你得到的是真正的亲密感。这种亲密感是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的，不能从社交媒体上得到，不能从新的恋情中快速获得，不能从消费中买到，它只能通过时间、努力和脆弱来创造。那么，一生的亲密关系最终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你看着熟睡的伴侣，感到既熟悉又遥远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？一个走过学习、勇敢、成长这个旅程的人，看着同样的伴侣时，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。那个既熟悉又遥远的感觉可能依然存在，但它不再引发恐慌或怀疑，反而它引发的是一种温柔的接纳。是的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相同，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彼此，但我们正在尽力。在看清了爱情的全部真相，它不会自动发生，它需要不断努力，它包含失望和冲突，之后依然选择爱。这是一种更深的爱，不是基于幻觉的爱，而是基于对彼此完整理解的爱；不是期待伴侣完美的爱，而是接纳伴侣凡人性的爱；不是被激情推动的爱，而是被承诺维系的爱。这种爱是脆弱的，因为它没有任何保证。伴侣明天可能会改变主意，关系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裂。但正因为这种脆弱，这种爱才显得珍贵。一位在20多年婚姻中走过无数风风雨雨的女性说，一开始我以为婚姻是一个奖励，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，就能获得幸福。后来我以为它是一个考验，如果我们足够相爱，就能克服一切。现在我明白它其实是一个选择，每一天我都选择继续尝试，不是因为已经获得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这就是一生的亲密关系最想传达的，爱不是一个目的地，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终点，爱是一个过程，一个修行，一个不断发现的旅程。真正的亲密关系的价值，不在于它是否完美，而在于通过它，你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，你体验到了被完整理解和接纳的感受，你见证了如何通过学习、勇敢和成长，两个残缺的人逐步创造出了美。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